不过我在接触拍摄人像的时候，其实非常钟爱35mm 这个视角的人像镜头。35mm 的镜头仿佛就帮我记录下什么，无论是在街拍、旅游摄影、主题摄影之下，开大光圈拍摄大家都会，那只是在开大光圈的条件之下一个干扰，不过也能借由这个缺点来借此训练。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欢迎大家来到 Steven 的摄影讲堂哦。今天说到拍摄人像的定焦镜头，我相信许多朋友一定会马上想到35、50、85这3颗人像定焦镜头。我相信许多喜欢拍摄人像的朋友一定都拥有这3颗镜头，没有之一哦。当然 Steven 我也是其中一位哦。不过我在接触拍摄人像的时候，其实非常钟爱35mm 这个视角的人像镜头哦，因为毕竟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35mm 的视角比较宽广哦，因此相较于50以及85mm哦，它能够留下当下人像拍摄的一个时空环境以及氛围感哦。那当然 Steven 今天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以及归纳一些特点哦。究竟 Steven 为什么那么喜欢35mm 这个视角的人像镜头，以及它的魅力所在哦？首先第一点，拥有人带景的层次视觉。35mm 其实比较接近我们人眼看到的视觉范围哦，因此先天拥有比较充裕的视角层次哦。当我眼前看到什么，35mm 的镜头仿佛就帮我记录下什么。无论是在街拍、旅游摄影、主题摄影之下，都拥有很灵活的展现空间哦。像我在旅游拍摄的时候，就借由35mm 这颗镜头来带出许多非常有层次，同时又保留了当下的一个环境氛围与气氛的作品哦。那当然 Steven 我会觉得开大光圈拍摄大家都会，那只是在开大光圈的条件之下哦，那我们能够记录下更多富有当下的一个氛围感，或甚至故事性的一个作品哦，我觉得这是更引人入胜，或甚至相对于更重要、更吸引人的地方哦。第二点，培养摄影的构图概念与美感。35mm 的定焦镜头由于是标准视角，比较不同于50mm 或是85mm 能够轻易凸显出主题，让人像主题更加分明明确。因此 35mm 的定焦镜头在主题与背景之间的比例分布与拿捏上比较考验使用者的构图以及美感。使用上手之后呢，也会发现自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头抓出拍摄重点，以及挖掘出漂亮的视角出来。第三点，灵活变换风格场景，不受焦段的限制。35mm 的定焦镜头视角较广，因此不像50mm 或是85mm 视角受限与拘束，能够借由场景的变换，让照片的风格更弹性，并且更灵活，不会发生像50或是85，特别是在85mm 这个焦段产生视觉的疲乏感，发挥上也因为焦段而受到限制哦。第四点，拍摄特写近照容易造成压迫与视角的尴尬。35mm 的定焦镜头由于视角较宽广，因此也不是只有优点没缺点。在拍摄特写人像镜头时，容易产生较大的压迫感，会让人较不自在，特别是在比较陌生的 model 上。因此拍摄过程中也需要较多的沟通
以及引导观念，或甚至指引更明确的一个拍照方向，来减少视角的一个尴尬。不过也能借由这个缺点来借此训练一下自己在每个拍摄中规划指引流程的一个能力。我觉得3.5定焦镜头能借由场景的变化以及灵活性来带出更多更有故事性质的一些作品出来。那我相信也是非常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或甚至还没入手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一下3.5 mini 这个视角的魅力。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以及我的影片内容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当然也可以分享给周遭喜欢的朋友。那我是 Steven， 我们下次见，拜拜。